行吧，那就把这儿交给这个高大帅气的背锅侠。有这个时间，我应该可以做2、3台吧。压迫之举。好。手术完成。怎么可能？成功了！啊，这有5分钟吗？哇，这回大伙儿彻底没有争议了吧？没有。佟主任。好，我同意，由证人执行前列腺介入栓塞术。要说一句，信不辱命吗？太棒了，大家辛苦了。小郑啊，经过我跟孔主任研究，大家一致同意通过由你来做一台前列腺介入栓塞手术。谢谢。好，那就让郑人来做，我在旁边看着他。好。哟，云哥，刚才爱半死不活的，现在又生龙活虎。哎，当年那事儿要是……你很好啊，也就比金二哥和方林加起来还强吧？哦。那么，前列腺介入栓塞术，就期待你们的表现。一定成功。当年就是他告诉了晚期扩张性心肌病患者的家属，老师只做了一半的手术，后面有一个新人接了手，那个新人就是我。李师长，怎么样了？大夫，咋样了？对不起，啊，我们尽力了。我孙子刚刚受伤。老师，来人呐！来人呐！来人啊！老师，快来人呐！整整11个小时的手术，老师一口饭没吃，硬生生的做到前10个小时。我见他实在太累了，才接的手。可就算如此，老师也没有走，一直在旁边指点我。可到了患者家属嘴里，我们却变成了草菅人命，不负责任。而我的老师呢，心歪第一头，就那样，再也拿不了手术刀。可那不是最绝望的，最绝望的是，你发现自己的艺术水平，原来没有想象的那么高，在最需要你的时候，你总是掉链子。就像巴基斯坦手术，就像刚刚齐力人的手术。
小苏啊，吴老的手怎么样了？是啊，怎么样了？你快说话呀！怎么样？说一句啊！是你。什么？是你告诉患者家属，手术不是老师做的，是我搞的，是不是？我说的是事实。你试试个屁！小吴，你给我过来！老师的手再也做不了手术了。你不是可以上位了吗？我上什么位？只要我你苏云，不要以为全世界都围着你转。你知道这个患者是谁吗？他是我表哥，我姑就这么一个孩子，现在他没了，他死了，谁赔命？我告诉你，我可以赔你一只手，也赔我一条命。你干嘛？放开我！什么就不行了？什么叫不行了啊？我跟你说，我妈现在好着呢，你们看不了病就说你们看不了病，好吧？全是一帮庸医。哎呦，我的姑奶奶呀，你也不心疼一下我呀？我这身体还没恢复呢，就开长途，你知道吗？我妈在家里挺严重的，你下次能不能叫个快递呀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这不是不知道吗？而且快递时间也不固定，我只相信您啊，辛苦了。有你这句话，我心里暖和多了。书画啊！哟，还有人跟陈妙一样爱写笔记啊？什么陈妙？哎，你是不爱写笔记吗？那个我们回屋看啊。哎，我来，我们开门。哎呀，王远山的资料以前不是给过我们吗？这是我找病人家属要的最新的。他前段时间不是又去3院做了一次检查吗？还有一些前列腺造影影像资料。很少有人做前列腺造影了，这资料太宝贵了。膀胱肿瘤造影、肾脏肿瘤造影，还有这么多啊！这些啊都是那些教授私藏的，我拜托我的朋友厚着脸皮一位一位求来的。陈医生，希望能帮到你。这些太有用了，给我看怎么样？你就不需要了吧？为什么呀？正如你说的，你总是在关键时刻掉链子，而且实验手术的人选已经定了我，给你浪费。喂，哎，陈医生，喂，我帮你。小鱼人，玉儿，给我看看。郑医生，还有这些。哎，郑医生，我这还有俩资料。老贺，你也行啊，你们真行啊！花儿姐，我好烦啊！云哥，怎么是你啊？院长在做复查，没带手机进去。复查？他心脏又不舒服了？有点不舒服，心外的主任正在看。你找院长什么事啊？我等会儿帮你转达。花儿姐，等着看吧，我要让我的心外成为世界第一。把你的花衣服重新穿起来，等着我们胜利归来。必须的。没事儿，让他好好养病，告诉他我一定会胜利归来的。你听好了，我不会再掉链子了，我会继续练习，一直练习，直到追上你。这一次前列腺技术穿刺术，我们只能成功，不能失败。不是，你就猜准了我一定会来啊？不来就不是你了。那你知道你刚才多不给我面子吗？底下那么多人，小艺人也在，老贺也在，程月也在，他们都……别演了，赶紧吧。好的。
解决不了，想不到办法呀。你看这些教授们的研究啊，全都卡在这儿了。想要更好的效果，就要把分支血管全部捅开，演化成毛细血管网，然后给前列腺供血。这个理论是没错的呀，可是怎么通啊？导丝下不去啊。你看什么呢？你说鱼群游泳时为什么不会追尾啊？因为它们的视网膜里面有视锥细胞，视力好，还有就是它们身上有振动和压力感受器，水压的任何细微变化，它们都能感受得到，从而做出相应的反应，避开或者扑上去。但是它们偶尔也会撞车，没那么绝对。你说什么？但是它们偶尔也会撞车，撞车你没见过呀？就是好多小鱼在那游啊游，游啊游，突然来了一只大鲨鱼啊，嗷一口。我跟布老师学介入的第一堂课，他就说，不同的导丝应对不同的病症，没有完美的导丝，只有完美的手法。老布技术马马虎虎，但是讲课是真不错。后来同学们就问他，什么是完美的手法？他回答，庖丁解牛。那不就是掌握规律，熟能生巧吗？不，他的点是，以无后入有间。鲁道夫就是这么做的。血管下不去，那就到更细的导丝，就能进入更细的动脉分支。他就是在根据不同的病症来选择导丝。那跟你看鱼有什么关系？你第一次摸导丝，什么感觉？没什么感觉，比柳叶刀差远了。认真点儿。好，我认真点儿。我觉得啊，导丝像剑，十步栓已留，千里不留行。事了拔管去，深藏功与名。难道你不这么觉得吗？你的 DNA 又开始躁动了。救一手！怎么又是你啊？新陵园前列腺剥了，万圣新导丝成功，鲁道夫成了。你看手机。怎么可能啊？我们偷盘了。Congratulations, Professor. The operation is perfect, and the live broadcast effect was huge. Is my car ready? Of course. Wansheng International Company has prepared a celebration party, and I'm here to feed you. I will not be participating. But my investor is willing to give you a new contract for this live operation with a large percentage of commission in order to celebrate your success. The award has been applied for you. Well, when you come back, let's celebrate you. Do you think that I would participate in the research for money? “不愧是特制的导丝，才能在转弯处这么游刃有余。”这款导丝的确是太先进了，明摆着，这就生生用钱砸赢的。材料学方面的差距，短时间内真的是无法弥补。真是差距太大了，没办法，怎么这么久？这么说，我们所有的投入就都没有意义了。我就想问一个问题：3月是怎么把人从你们手里弄走的呀？问这些有什么用啊？新陵园已经独家直播了，现在全球人都知道人家成功了。北京，
诸位，非常感谢大家在百忙之中来参加我们这个研讨会啊！既然现在3院和鲁道夫教授已经走在了我们的前面，我觉得这个研讨会再继续下去已经没有必要了，就到此为止吧。接下来，小金会安排大家的返程事宜。谢谢大家。郑医生，我们心灵园为鲁道夫教授做的手术直播您看到了吧？我们老板谢总觉得手术直播非常有前景，我想问一下，您准备的怎么样了？金二哥，事已至此，交个底吧。你们到底是为了什么跟3院争成这样？为了耗材。什么意思？一直以来，介入科用的耗材都是进口的，老师和院长都觉得是时候发展自己的耗材了。而前列腺介入栓塞术是一个新玩意儿，还没有出现一个很好的定义，大家都处于一个摸索研究的阶段，所以我们就想着以此为起点，推广国产耗材。难怪。那3院那边什么意见？他们不在乎未来可能会发生的科技制裁，为了能够尽快取得研究成果，所以他们选择了万盛国际的进口耗材。而万盛也想借此机会打开中国市场，就这样，他们才会邀请鲁道夫。现在看来，还是我们太天真了。不用再说了，你们都已经尽力了。尽管鲁道夫教授已经走在了我们的前面，但是我觉得技术的差距微乎其微。可是材料、平台、客源环境才是真正的原因呢。我们只有再想别的办法了。坦白说，孔主任，现在已经不仅仅是北大输给了3院，国产耗材输给了进口耗材。我跟郑人也是搭了前车，冒着风险来的。因为秦丽人，我们已经彻底把他得罪了。他发话要开除我们俩。这笔账要算在我们头上？为什么不算呀？谁让你们给他示范手术名额？那你想怎么样？现在人家已经完成了，人家完成了，难道我们就不能继续了吗？你的意思是说，现在我们也要向万盛国际订购这款专用导丝，然后继续挑战这个手术？不行，必须用国产导丝，这个手术的推行才有意义。老师，你也看到了，人家用的导丝和我们根本就不一样，以我们现有的水平根本就造不出来。对，你看，他也同意我，必须用国产导丝才有意义。这句话对。我认为，鲁道夫的手术并不完美，这款微导丝也不够好。这已经是我见过最细的导丝了。这个位置，它没有继续往下走，而是直接栓塞了膀胱上动脉的分支。在这个位置栓塞，栓塞剂是有90%的几率会被冲毁，导致异位栓塞。所以我认为，患者在不久后便会出现膀胱无力、尿潴留等并发症。这台手术做得很糙，按照我的标准，这台手术是失败的。你有什么想法？孔主任，请再给我们3天时间，看看王远山的术后反馈。如果真的如我所料，我们还有机会。小金啊，你怎么看？老师，我们准备了这么久才说服院长，还把大家从全国各地请过来，是因为看了一台手术，都没有上手比过就放弃。我不甘心。没错，王远山做完了，那就再多找几个实验手术患者来。比赛还没有结束。主任，我想继续。孔主任，再试试吧。老师，那好，
我们继续。继续。继续。哎呦，我可听说了，任老外已经在前头搞定了那个手术，也就是说，证人苏云都输了。你可说过了，如果手术失败，你就会开除他们的。说话可得算话呀！啊，还有，听说你之前各种吹嘘，说证人肯定能成功，现在大伙儿都知道他失败了。我告诉你，董老板可是非常不高兴啊！他跟他的朋友们已经决定预约鲁道夫做手术了，所以，要不证人苏云走，要不我走，你选一个吧，苏院长啊！进。院长，怎么了？我们之前不是在网站上宣传了前列腺手术吗？当时是有很多患者预约了，现在不知道是听到哪里的风声，就纷纷取消了，还给我们打了很多差评。各位注意了，海城说要开展前列腺介入栓塞术是骗人的，我跟北大的朋友都打听过了。所以我们要不要关掉这个后台评分系统啊？不要管，免得引起更大的反噬。那海报还要打吗？取消吧。好。这个位置 ，OK。还有这个，这密密麻麻记录这么一大堆，你能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能。我跟你说啊，咱们这牛已经都吹出去了，只能赢不能输啊。有什么新思路吗？你看，这个位置就是鲁道夫栓塞的地方，离下面的供氧血管还有一定的距离，它无法继续前进，所以选择在这个分支就开始栓塞。我们要想做到精准栓塞，就必须继续往下走。他的导丝已经够细了，但还是下不去啊。因为血液是流动的，就像在流水中拿线穿针一样，他的视野、角度、力度都会产生偏差。不解决血管壁的摩擦阻力和血流速度之间产生的湍流对导丝的影响，根本就不可能成功。还是那句话，怎么解决？没想好，很难。哦，原来你有觉得难的时候啊。事实上，我做所有的手术都觉得很难。那我还真没看出来啊。因为我不想像我父亲那样，在我的世界里，我父亲是一个很坚强的人。自从我有记忆以来，我从没见过我父亲有过退缩疲倦的样子。98年抗洪，他3天3夜没睡觉，一直扛着。回到家之后就大病了一场。99年筹建医院，他天天熬夜。00年医院成立的时候，那时候没有客源，他天天东奔西跑，瘦了20多斤。那么坚强的人，最后却是那样走的，只留下一句晚安。我时常在想，是不是真的因为太难了，他想偷懒一次，就一次，他就离开了我。
我不想像我父亲那样，所以每当我觉得很难的时候，我就告诉自己，我不能放弃，因为一旦放弃，就意味着结束。喂，郑医生，你还在北大吗？在。我有一个阿姨突然失明了，医生说是眼底血管缺血，所以无法手术。金耀武正在想办法呢。眼底动脉找介入科。他和金医生私交很好，而且这个人，郑医生，你也认识。那你现在左眼什么感觉？完全正常，就是这儿。金医生，你们来干什么？这位是郑医生的朋友。你，小陈，好久不见，你的事我听说了不少。你眼睛怎么了？总部邀请我去参加年度 VIP party， 我就想着今天早晨打一针玻尿酸，结果1个小时之后，我这只眼睛的视力就下降了。又过了半个小时，现在完全失明了。玻尿酸，眼科这边眼底镜看过了，视网膜血管缺血，怀疑是眼动脉畸形梗阻，准备介入造影再看一下。如果是血栓堵塞，那么短时间内的血栓还是比较容易通开的，这也放心吧。很可能是玻尿酸注射位置产生了偏差，某种原因导致生物大分子进入毛细血管网，造成堵塞，从而假性失明。生物大分子啊，可以考虑溶栓。溶栓，又不是血栓栓子，溶什么栓？堵塞已经超过2个小时，局部应该有血栓的形成。如果不及时通开，会造成真失明。啊！别吓我啊！我可不想失明。